不是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财运？科学的原理来讲，其实修法念经这些东西，它是一个 psychology 的，就是你要相信这个能量有没有，因为你本身你的福分不具足的话呢，你的福报没有，你怎么买别人买不到？如果人的命运是讲说第四是很穷的话，这样不是佛法的角度来说，是的确可以改变命运。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新灯加油站，我是新灯青年团的李家乐，我是新灯堂的莲花秋韵助教。好，把学佛和修法融入生活之中，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一起加油。哎，很好，很好，开始。其实我有点紧张，之前。为什么？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观众，这是我们新灯堂第一次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我心理压力很大，而且之前拍摄是有提刺激，对但是今天是没有，完全是靠着我们就是这样子开始。对，其实我压力也是另外一个点，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我拍的 video， 我的 viewer 只有4000，少过你们一半。OK， 那个我压力的是我那个观众。OK， 我们迟点再讲。那待会请大家用力点赞、转发，帮家乐找回一点自信。欢迎关注我们，以及按赞分享。OK， 好，回到我们的重点主题了。刚才我们有说到把修法和学佛融入生活之中嘛，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重点的一个主题，就是钱。修法拜拜，这个是可以暴富吗？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一个非常有智慧、很会讲故事的一位嘉宾。哎，是谁呢？那就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执行雷战士的4年义上师，掌声有请。大家好。非常感恩上师。非常感恩上师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那我们就很想问上师，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关于钱啊，关于财富啊，会不会听起来好像比较很世俗、很粗俗、很 low，很 low？不会了，因为世间还是需要钱去运作的嘛。所以钱对于每个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谈这个话题是现在年轻人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入世方面能够财源富足。对，没错，谢谢上师的谅解。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上师，其实修法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财运？如果说在佛法的角度来说，是的确可以改变命运的，因为佛法本身是立命。所谓立命，就是命运其实在我们的手上，是让我们如何的创造自己更好的命运。那一般的人呢，他可能没有这个佛法的观念，他就可能是我们讲的是宿命。所谓宿命，就是说你出世你的命运是如何，就是按照你的命运去这样走。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很幸运的，就是能够将命运改变，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资粮财富，都是可以的。所以修法是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财运。如果他的命运是讲说我这一世是很穷的话，这样不是穷逼？其实它有几个条件呢？就比如说，虽然是能够改变命运，那首先改变的就是你的一种心态，心态很重要。而第二个呢，就是要累积你自己的功德，就是你的资粮嘛。所以这个还有你要多帮助别人。其实这几点对我们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是比较快速。所以你必须要每天的坚持去做。所以上次是讲说，除了修法，还有一些善行嘛，布施。那想请问一下上师，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推一些可能水晶钱财包包啊，那这一种上师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观念吗？其实那些，比如说你带一些水晶这些，我觉得是一种安心嘛，安心的法门。比如说你带了水晶或者你带了一个佛牌，你会感觉佛菩萨会保佑我你带了水晶这个水晶的磁场会增加我。其实我刚才讲到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其实你必须要有这个因善因。
就是说先要有善因你必须种这个善因，才有这个善果嘛。就好像你一棵树，你要先放放个种子，然后你每天浇水，然后施肥，然后有阳光，那么这棵树才会慢慢的成长。而所以说，并不是说你今天播了种子明天就已经有果实，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说坚持的去做这些善行，你必然会有这个善果。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你说你佩戴那个水晶或者这些还有什么？那个包包是什么？天珠，天珠天珠流行的。我一些朋友他们包包我一些朋友还真是买了过后，他们戴了过后。有这么多，是很贵啊，那种300-800一个啦。或者是生意变旺，有一些人这样。是的，因为你有时这个也是会增加你的磁场。佛教的角度来说，是自己就是命运，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嘛。就好像我们要种福田你要种福田，你的累积、你的功德具足的话呢，就很容易得到这些财富就好像我们有个同门他就经常跟我讲不是经常他刚才跟我讲他说他就是疫情期间他的生意很多人都说他的生意不好，那反而他的生意更好尤其是去年他说收入丰厚。那我就问他，你是做什么行业？他说做保险还有做这个信托。那么除了做这个以外，一定是有一些你本身的一种待人处事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了解到他原来是就是每个月固定去供养师尊师母然后他自己又发心尤其是我们新灯堂他也发心的赞助还有他共生福田他也去就是布施赞助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因，所以善的因他做了好几年的时候，他自然现在就有这个成果所以这个你必须要相信这些善行是能够帮助你改变命运。要先 start with 善行。是的。可是有些人会讲说，我都没有钱了，我连生活都有问题了，我都捐不到钱，而且都没有钱可以做布施，这样还不是？其实我觉得布施并不是说只是说有钱才布施的，其实你一个善语，就是你说一句话改变一个人。或者有一些人遇到他的烦恼困难你一句话帮助他，让他转化自己，其实你也是在做善行好像我们如果没有钱，我来佛堂去做义工，也是在累积你的福分所以福分并不是说只是用在钱方面你就好像这个以前佛陀时代不是有一个贫富一灯吗他其实他没有钱的，他只是每天都是行乞拿到一点点钱，换了一点油，用他的头发剪了他的头发，换了一点油，然后呢就买了一些油做了一个光明灯，然后去听佛陀的说法。所以他本身就是因为他这个灯不是普通的灯，那很多的有钱他供的灯全部很明亮，可是明亮不久。但是这个贫富呢，就是他的灯呢一直点到天亮，还是一直都很光亮。那佛陀说他的这个灯不是普通的灯，而是他那种心灯就好像我们新灯堂的心灯点亮你心中的光，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最主要呢是你有一个恭敬心，一个虔诚的心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我赞同我很记得我之前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好像有1-2个月的时间我还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其实我蛮抑郁的。然后有一天我在一个杂货店我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一个老安迪他就忽然间跟我说讲年轻人加油东西都会好起来的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没有跟他讲过我什么处境，然后我也不懂是不是因为我的表情看起来很抑郁就忽然间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天我回到家我忽然间
忽然觉得很 warm，很温柔，很温暖，然后隔几天后我就忽然找工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一些赞美语也是可以增加福报。有时你不知道一句话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明白。你有听过这个乞丐与这个玫瑰的故事吧？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很有启发性。就是说一个姑娘，一个小姑娘卖这个玫瑰花，那么天色已暗了，然后她就剩下一朵玫瑰花，她就顺便给了就是乞丐。那么这个乞丐收到这个玫瑰花，他从来没有想到收到这么好的漂亮的玫瑰花，所以那天他特别高兴，就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个玫瑰花插在这个瓶子上。他一下子意识到，这么漂亮的玫瑰花不应该放在这么肮脏的瓶子，他就把玫瑰花拿出来，把瓶子洗干净，然后重新把玫瑰花插在这个瓶子上。那么插在瓶子上之后，他又发觉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干净的瓶子不能够放在这么肮脏的桌子上嘛，他又把这个桌子抹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坐下来欣赏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么干净的地方，周围的环境还是很凌乱，所以他又把这个周围的环境打扫干净，收拾干净。收拾干净之后，他抬头一看，照镜子，他发觉，哇，他是那个蓬头垢面，就是头发长长，就很久没有洗澡了。他发觉这么好的环境不能够像我这样子，他很久都没有洗澡了。他就重新把自己洗澡，把胡子刮干净把自己做得很整齐，很整洁。然后他一照镜子，他就说其实我也蛮不错啊，为什么我要做乞丐呢？所以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去找工作。他找到一份工作，他就努力的工作，然后呢，经过几年的时间，他就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是那个姑娘也没有想到一朵玫瑰花而已，竟然改变了一个人，对不对？对。所以你一个小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善举，可能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命运呢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如果这个乞丐不找工作，他不改变自己，对不对？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修法跟财运方面也是有一点关系啊，对不对？对啊，一个小小的善举，其实真的是你不知道，但是它分分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maybe 呀。那问一下上司，那我们讲到说要做多一点善行啊，要做多一点布施啊，修法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财运嘛。那好像我们还蛮常在新灯堂帮忙啊，然后我们每天都有修法吃粥，我们都有扫地洗碗。对，但是为什么才扫地洗碗？more than 扫地洗碗，千万不够红。但是为什么感觉我们的财运还比较普通？是我们做的不够多吗？还是我们试问都挺真心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有些人拜拜了过后面就中多多了。是啊，所以公平哎。所以我说年轻人一个他的目光一直看到的都是钱了。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财富或者质量呢，并不是只是讲钱方面。其实很多都是关于财富比如说你健康是不是你的财富？是。对呀，好像你自己没有烦恼，是不是你的财富？是。对呀，你自己快乐也是你的财富。你的家庭圆满也是你的财富。还有你自己本身很多事情都很顺利，也是你的财富所以质量不局限于钱财，对，还有健康的人生。对，话又讲回头，可能就是说你现在做了一段时间还没有这个成果嘛。我说你早就
种棵树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刚才我讲的。现在10年前，对啦，所以如果你早做这些菩提事业，一直累积下来，你的福分具足的话呢，你就会得到嘛。所以可能是你，因为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有些比如说他的业障会比较重一些，可能一些比较轻，可能就会比较快到来。所以都完全看你自己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因缘果报不一样，所以有些快，有些迟。但是呢，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相信你这个佛法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命运，因为在修密教因为师尊曾经讲过，真正来说修密教是没有穷人的。为什么呢？一般你没有福分，你修不到密教。就好像以前就好像清朝的时候，有密教，但是密教呢只限制皇帝。你看那些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啊，那边都是有修密教的，他本身的福报很大。而且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够修密教的。这样我们真的很幸福一下。就很简单呢，你坛城，你看金刚堂的坛城都是金光闪闪很庄严的。其实每一尊都是需要这些质量，对不对？对。那请问一下上司讲说，我们密教其实可以修密教是很幸福的事情嘛？那好像有一些我们好像比较马来西亚比较可以看到那种外面的寺庙。对，外面的寺庙。对，有一些人好像。我一些亲戚可能他们会去到外面的一些寺庙然后找一些乩童然后求一些号码求号码。上次有什么看法？其实我刚才你求外面的只是求个心安心安因为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得到这个财富对不对？因为你本身你的福分不具足的话呢，你的福报没有。你怎么买也买不到。即使你中了，比如说你得到这些钱，但是你也守不住。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没有这个福报来承受这些钱，所以就很快就把它消耗掉。就比如说你生病或者忽然间你就不知道什么，你的钱来了，走得更快。这里就是我们刚好在问题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他可以中到彩票，就是中到多多子，但是也是消耗钱，好像那个钱一进就出得快，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原因。是，就好像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同门他自己跟我讲，其实他本身还没皈依的时候他用4个字来，不是我们买这4个字，是那个穷困潦倒，用4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本身。他做什么工作？他做的就是小贩餐馆还有卖面包其实那些都是收入很微薄的。但是他自从皈依师尊之后呢，他的命运就开始改变。因为师尊也经常会讲，你要多念师尊心咒，师尊心咒是一个大福金刚的咒，所以从皈依开始之后呢，他一直念这个师尊心咒，一直念，大概已经100万以上了。100万以上之后呢，他就发觉自己呢，就是有一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灵感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灵感。然后他就买，真的是4个字，就是中到这个头奖嘛。中了头奖，他就投资做生意。投资做生意之后呢，他赚到钱，并不是说用这些钱去风花雪月那种，他没有。他赚到钱之后呢，他还用一部分的钱来布施，就比如说帮助这些老人院去一些布施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做了之后呢，那些钱又来了。他布施出去，钱又来，然后又开多一家公司。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只是要求财道，我们也是要布施，要做布施。而且这个故事呢，还有几个重点是想跟大家分享嘛。那第一个
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这个信念，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这个佛法，这个咒语能够帮助自己。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然后第二个呢是讲这个自力，就是说你这个再好，如果你不去做，它也没有这个效果。就是说，你除了相信以外，持咒对我改变命运是有帮助，那我就自力，就是自己去做，自己去做才有自力，才有他力的加持。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说，因为人比如说你在贫穷的时候，或者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我们用现在的科学角度来说，就是因为你很多的负能量。就是你自己很多的就是负面情绪或者负能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财运。所以咒语嘛，我们经常讲咒语其实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一种光明，咒语就是一种光明，就是一种能量，就是你要借助一种真的能量来驱除你那些负能量。所以你久而久之的时候呢，就是你每天都做这些正能量来负能量排出去，才能收到对呀，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所以我说修密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要对根本上是要有信心嘛。因为根本上是我们一切成就的来源。第二呢，你要相信这个真佛密法，第三很重要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很多人说，我修真的能吗？或者我的业障又很重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就可能是事倍就功半。如果你具足这三个重点的话呢，你就能够事半功倍，刚好相反。如果我们以比较科学的原理来讲的话呢，其实修法念经这些东西，它这样算是一个 psychology 那种，就是我们透过就是这样我一直去持咒，我就转换我的那个意念，然后就把那个负能量变成正能量，对了，然后给我催眠我自己说，我相信东西会好的，东西会来的这样子，它算一个转换注意力的东西。不是催眠，催眠是一种假设，而是它这是真的你不知道自己催眠自己就是代表什么，你要相信这个能量有没有，是有这个能量的。这个整个宇宙就是一种磁场虽然你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去化验或者什么呢，都是有可以的，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的磁场。就是大的磁场，就是你要借助这个很大的能量来帮助自己。那上次问一下，因为上次讲说就是持咒，然后靠自己，全部都是个人嘛。那如果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业力跟业障这样子，对，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财运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对，人生？他们讲那种家族风水那种对，也会影响风水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讲的命会比较大我们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嘛，其实风水是影响是比较小，命更大。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也认识一个人嘛，就是也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说以前在中国呢是重男轻女的，以前的时代所以他生到女的呢，他说因为只先生一个而已在中国，所以很多都是有那些弃婴所谓弃婴就是把那个生下来的女儿就不要或者送给人家，有些比较不是很道德的，就是把它放在路旁边给人家看怎么样所以这个同门就是有一次他在中国嘛，他在中国做生意，就是经过一条路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听到好像有小孩子哭的声音，他的先生我没有听到我真的
很明显有小孩子哭的声音，然后他就说不如我们转过头去看一看。他一转回头看的时候呢，路旁边真的有一个包裹。所以他就把这个包裹呢打开来，是一个女婴，他就看没有人，他就把它抱回去领养了。所以他领养之后呢，他说他自己本身呢，命运就开始改变了。现在是真的越做就越好。是在中国，这个是有这个同门。所以你听了这个会给你有什么感想呢？就是注意路边没有弃婴。就可能大善行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很快。因为有一句话说嘛，救人一命呢，胜造7级佛土。就是说你救人家的生命呢，比你建造一个7层的宝塔，那个功德是更大的。我们要做多一点。除了小善事，我们就有什么善行，我们都要做。尽力而为的善行举动了。就是师尊经常会讲嘛，随喜功德嘛。有时随缘大家知道了，随着这个因缘，很多事情呢不要太勉强。就是尽力做了很多事情它的成果你就随它的缘咯。有随缘随喜，就是随喜功德。有看到什么功德，你就随喜的去做。就好像新灯堂明天这个黄财神其实不是打广告，其实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好有这个财神的法会，你就是随缘随意的随喜的报一个名。可能你报了一个名可能就是结下这个善缘嘛，财神就给你这个赐福。还有呢，3个很重要，就是随分嘛。随分就是说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做多少事情。就好像刚才你说的，哎呀，我要发愿捐10亿，那你这个是太高了嘛，对不对？你的想法已经超过你的预算，而是我们做这些善行也好，做功德也好，就是说量力而为，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这个是比较圆满的不会让你做了工你向人家借5000块给我做布施，然后你要想着我这5000块我怎么还给人家呢？这个就是你就没有量力而为了。所以除了心态，其实我们也要守住我们道德底线。是的。那想问上司一下，那如果好像我们很多同门，他是家庭主妇嘛，那他如果为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丈夫就是持咒是for他们可以回向给自己的家人，那是上司觉得会有什么看法呢？可是我是回向给他吧，我是回向我的儿子有财富，可是我儿子有没有念经没关系的。其实只要你做这些呢，你用他们的名字也好，或者你自己修法回向给他，都是有功德的。因为你帮他种下这个佛缘嘛。种下这个佛缘，他可能是以后他也会自己修行这个也是很小小的一个善心。所以有时候你就要多帮孩子累积这个善缘让他种下这个佛缘增长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可是如果是 Christian 的话怎么办？会不会宗教 crash 宗教哈利路亚那个是没关系了。而我们呢，其实人是有分哪一个宗教哪一个什么，其实上面是没有分的。真正的你看师尊也讲而耶稣是我的咕噜就是这个就是上面是没有分这些，只是我们人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是有分别而已。一切都是人为的，是的，很多事情对，因为他们也是导人向善对不对？他也教你做博爱做功德只是话又讲，有时他的层次不一样。因为有时你只是做善事，只是做博爱呢，它的层次可能就到这个天国嘛，做天人嘛。好像我们密教，它就能够更高的层次。就比如说你去到四圣界，就佛菩萨这个境界是更高。
我刚想一个问题哦，想问一下上司，好像有时候我们清明节或者是中元节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烧那些金纸啊、元宝啊，给那种路边的好兄弟还是祖先啊。然后有时候一些亲戚很夸张哦，他们讲说要烧房啊、烧车啊、烧金啊那些，就烧给祖先啊，要越烧越多才会对自己越来越好。有这样说法的吗？对。如果按照我们宗派了，然后我们也烧纸巾啊，有时给这些祖先啊，都是好的，因为你这个代表你的一种孝顺嘛，孝敬的心啊，所以我们就烧。然后呢，因为我们宗派就是有一些很多纸巾都有咒语啊，有咒语不同的咒语啊，让它能够业障能够消除啊，能够早日往生一个更好的境界，这个是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是善的，所以我们就都去做咯。多做无益，多做无害，多做无害，多做无害，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那上次问一下，好像刚才提到说我们密教嘛，然后我们是有很多的财神，对，有很多种财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呢？因为好像师尊每一年一尊越来越很不错，最近又有满愿童子，又有扎基拉姆，又有圣观音，哪一个比较给力？就是我们怎样去选择？我觉得这大家想知道。其实也不需要乱了，因为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他的功德。你只要修它有它的功德，但是呢，你要选择一尊呢，是跟你比较投缘的。你跟你比较投缘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念《王经》，这个跟他投缘啊。那有些人是发愿要念800万世尊心咒，他也可以持咒啊。所以因人而异。所以财神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世尊传这个圣观音。当时也是热闹一阵子，但是我告诉你，有同门他就很坚持的做圣观音，他修了108台，然后持他的圣观音的心咒，所以他跟我讲，经常都中这个万字的，所以他觉得他跟他投缘，他不就去做咯，就是这么简单。讲说投缘，上次可以再解释多一点吗？怎么样知道哪一尊跟我们投缘？还是我皮肤黑就要念黑财神，是不是？也可以啊。如果你这个就是缘起嘛，就是有时很多都是有一个缘，密教是讲缘起的。如果你发现的话呢，他会知道，有时这个缘起，你说，我很黑，我不如修黑财神。这个就是缘起了，那你回去先念10万遍黑财神OK，这个就是一种缘了，你明白吗？就是缘分跟你投缘呢，有时是在梦中，你在梦中，比如说你就梦到他，好像黄财神，明天是黄财神今天可能你就有这个财神入梦，刚好是黄财神，恭喜你了。那你今年就不用愁了，对吧？这你就跟黄财神有缘，然后虽然是跟黄财神有缘，我刚才讲的，你也必须要用功啊，对不对？你也要修他的法，持他的咒，然后供养他，他才赐福给你啊。你不是在那边等啊。你明白吗？明白。有一些师兄跟我讲他们也是要跟吹水跟我讲，哇，昨天梦到还财神，对吧？叫你买字嘛，有，叫你有中吗？没有。我还梦到我是有中有一些人是有很吉利的梦，很好的梦，但是他们又觉得，感觉财运还是很普通。那上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可能有一些是比较迟咯，你是不能，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你今天修马上，虽然有好的梦是可能很多启发那你梦到黄财神跟你有缘然后你就依法的深入让他这个因缘成熟，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果也是。那另外一个想法呢刚才我好像有提到嘛，那财不一定是真的给你很多钱财方面我说健康也是你的一个财富啊，就好像记得有一次嘛，在当时在普陀堂，早期我在普陀堂温哥华普陀堂住了
就是在那边一段时间了。那么有一次新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同门，他就来求签，求到一个上签，然后求到上签，他就来问我，我一看，诶，上签当然是好啊，我就问他你是求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求财，但是我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财，然后我就问他一下了，我说你的健康怎么样啊？他已经60多岁了嘛，我说你的健康怎么样啊？他说我最近去医生检查，医生说我没有胆固醇，又没有高血压，诶，我说诶，健康蛮不错啦。然后我就问他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对你怎么样？他说每个月都有固定给我一些零用钱，而且呢他们蛮孝顺我的。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想一想，你已经得到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了嘛，对不对？其实健康有钱也是买不到了有一句话说健康就是财富了嘛。所以这些有时我们不是想到财一定是钱，这些财就是我们的福分嘛。福分可以分很多种的。你说孩子家庭孩子孝顺也是你的福分啊，这些有钱也是买不到的。所以当你明白之后呢，原来你修了佛法之后呢，因为你的智慧增长嘛，智慧增长，你体会一件事情呢，不是很片面的，就是你很容易，你看到很全面。虽然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我感觉我的健康就是一种财富啊，我家庭圆满也是我的一种财富啊。你看在那个明朝啊，所以你给我想到很多的故事。你看有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姓胡的叫胡九少，那么他其实是一个书生。那每天这个书生呢，除了读书以外呢，每天回到家里还要耕种，所以他就有结婚了嘛，有太太，所以他的生活就很清贫。可是每天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胡九少呢，就拿了一些九支香了，就走去向着天公拜九拜，然后感谢上天给我一天的清福。他的太太不是笑他了，他的妻子笑，你还说我们想轻浮，我们只是每天喝那些粥饭都没有什么茶盐淡饭，粗茶淡饭的意思了，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然后呢，她的丈夫就下说对她说，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身体健康，对不对没有家人没有生病，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幸福啊。而且呢，我们生长在一个没有打仗的国家，所以呢，没有战争也是他的幸福还有呢，他说你看看那些监狱都没有我们家人，你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幸福？所以你有时我们稍微想一想，原来资助也是常乐想一想，很多在我们身边的都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听闻佛法或者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相聚在一起或者大家有这个学佛的因缘，其实都是我们的福分来的，我觉得。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于局限，财富只是钱财。那其实大家平平安安，可以知足常乐，对，可以来新灯堂，可以听闻佛法，可以皈依世尊，对，都是一个很值得就是感恩的一个。是。上次的故事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因为我一个朋友他跟我同年而已，他是每个月入过万那种，可是他的生活，他天天晚上都要去 KTV 去陪那些客户喝酒，那种酒池肉林的地方，然后他时间是忙到他是没有时间去陪家人然后也没有时间去休息然后每天睡到他可能10点多起来，然后就要去上班晚上去喝酒那种，然后连跟我们聚会的时间都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看他这样生活，虽然是月入过万我们就很幸福，是不是？所以这样比较起来，其实我们也不错啦，我们是很好，我们很感恩了啦。所以有时候呢，钱财本身来讲是中性的，
就是你有钱，看你怎么去运用。如果你经常去花天酒地啊，这个钱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说对你有多大帮助，可能是让你会招了一些不好的业。如果你用钱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做布施啊，或者做些菩提事业啊，那么你这些钱对你来说就是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所以我经常有时我跟同门就分享，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什么带不走？很多人钱，就是世界上所有一切都带不走。对呀，这个是没有错。那我又问他们现在问你们呢，什么可以带得走？业业也是对呀，但是所谓的业呢，它是有善业有恶业。就是如果你去布施帮助别人，就是本来就是钱你带不走的嘛，对，只是在娑婆世界运用，虽然是带不走，但是呢，你可以运用这些钱转化成一种天上的资粮，一种功德嘛。这是你自己的功德，这个功德呢是没有人能够拿得走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钱财带不走，那当然我们希望入世圆满。那么你就要多做一些能够帮助别人，把这些钱转化成一种天上的资粮，让我们以后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功德，让我们去到一个更好的境界不用再就是可能受轮回之苦这个也是一种转化咯。可是我身边的人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想的，我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话呢，他们会讲说，为什么要帮他？我舒服就好了，为什么要帮他？就是会有一些比较自私的行为，因为比较以自己为主先，我自己都过不好了，还去帮他这样子的想法。对，所以你必须要人一定要有这个善缘。所谓善知识嘛，你遇到有时就是看你自己的造化。有时你遇到的一些都是对于你来说呢，都是让你走向一些不好的，他讲的一些都是不好的念头或者做一些有一些偏见都是这样子的。有时是这样子的，他会告诉你，你做这些善事，那些人是骗你的。也有但是骗不骗你也不知道你只是心里有这个疑问。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你的出发点。就是你以慈悲心，你想帮助别人，你的心发了，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的自然会有这个功德所在。那么至于其他人，他怎么运用你这些钱，比如说他贪，把这些贪为己有，那么他就要承受他的因果嘛，对不对？我说这些就是因果自负嘛，这个就是佛法。因为虚云老和尚讲一句很好，他说佛法是建立在因果之上。无论你相不相信因果，但是因果本身是存在的。所以你既然你要贪这些，你也要承受它的因果。所以我们就鼓励你就是随喜咯，随喜功德，有需要帮助你就帮助了。至于他做什么，你也就没有办法随遇而安咯。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计较那个结果如何，最主要是我们当下的那个发心是善意的，是正确，就会增加我们所谓的质量。但是也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因为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嘛，有时是借助这个来就是骗钱这些也有嘛，对不对？对。所以没说 WhatsApp 的跟我那些慈善机构跟我讲说，要慈善机构老人家没有钱换尿片了。有很多这些的，所以当你要捐钱的时候，你也需要去调查一下。就好像有一些只是布施那个物质上的，那么他就要求我们的比如说老人院不需要物质，而是需要钱。因为有一些老人家生病，所以你捐钱给我好吗？那么你就要去调查一下咯，很简单嘛，你去这个老人家老人院去证明一下是不是他真的需要钱。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你可以就是
不是钱也是可以的，就是有这么一回事，是可以调查到的。我觉得余味的做善事，对，明智的做。就是有一句话说，慈悲也有要智慧嘛。你不是说一直给，你也不问缘由，对不对？对。所以我刚才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咯。对。那话说回来，上次那上次讲说可能要做很多善行，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嘛。那要修法，要做善行。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讲说，那我只要专注做持咒修法跟做善事就好了嘛，我就不用做工了。我只要天天念满108篇，那我就不用做工了，我就可以有钱啦。等着种多多。上次怎么去讲这一个东西？其实呢，你不能说我只是修法就自然会有吗？不应该的，因为我们人是有这个本分嘛，有这个责任嘛。如果是你在家的，你应该做好你的本分。然后呢，你就拿一部分时间来修法嘛。你不能够说我有工作，现在佛法就能够帮助我圆满一切，不可能啊，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你的观念不正确，你的观念不正确，当然他的钱财都不会这么容易来的嘛。这个算迷信了吗？是就是说我们讲的有一种玩空的心态，就好像既然什么都空的。我还要工作做什么？你不能够这样子。有些是有家庭，对不对？有一些是你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责任，你要先照顾好家庭然后你就拿一部分时间来修法，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嘛。真正的所谓的佛法，所谓的道场呢，其实除了心灯堂以外，你其他的地方都是你修行的道场尤其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待人处事，对不对？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有些人他的执着很重你讲一句话，我心里不高兴，我就来吵用骂，就是弄到家庭就不圆满了。也是会有。所以修行也不只是在修法而已。所以我们的日常都算是是的，对佛法的。你等一下离开心灯堂，你回到自己的地方，其实真正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你修行的道场。所以真正道场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情，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好，比如说看到一些你认为是他做错了，你是不是马上就发脾气或者骂呢？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有修为，你就会用不同的角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夫为贵人。夫为贵人是什么意思？大家做自己的贵人尤其是夫妻之间，你帮我，然后我又体会你，我又帮你，就是夫为大家是做互相的贵人，那么你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圆满所以我觉得有它的道理你经常我们讲家和就万事兴嘛。如果你家里吵吵闹闹，我想你怎么修法，你的财运都打折扣了，对不对？对。所以很多方面呢，你必须要懂得要明白它的口诀在哪里。你要容易得到世间的这些财富呢，其实你按照这个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你要改变你的心态，你的心念嘛。因为你的好的念头就能够摄造好的东西。就是这样我有讲过吗？你喜欢蝴蝶，你不要去追它，你要去种花。就是你喜欢，你一直去追它嘛。你喜欢蝴蝶，你追它，你想一想，你追来的蝴蝶，它会漂亮吗？这个是你向外去追的嘛。而另外一个人他也喜欢蝴蝶。可是他就种了一盆漂亮的花，他就放在这个后花园，然后就喝着茶过了不久，那个蝴蝶就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在那边翩翩起舞，它是不是很美观呢？其实这个讲什么呢？就讲一个吸引力法则。
就是我们人就是一样的。我刚才讲的，你自己本身你就是一个种子，你如果经营得好你就能够摄造你想要的东西。其实这个都是很科学的。你记得有一本书叫做秘密这本书有听修宁师姐就知道，那本书全部都是讲意念的。你要什么，你的意念就是要想它，然后他就把它好的东西就把它摄造而已。在华严雷藏寺，我当时在那边拜梁皇宝忏，刚好是1月1号。1月1号我就跟大家讲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礼物大家要不要？大家都举手要其实那个不是什么大礼物，我只是送给他们一句话。我就是说从今天1月1号开始，你们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对着镜子面带微笑，对着镜子就说今天是我最美好的一天，所有好的事情都会降临到我的身上。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然后你就面带笑容去做你的事情。为什么每天都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告诉自己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无论什么事情来的时候呢，你都觉得今天是很好的日子，就是一种意念嘛。你保持一种善念，一种好的念头，他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好的。还有同门就很聪明，你知道吗？他说上次你再讲一遍给我听好吗？他就把它录起来。他录起来之后怎么做呢？我还听，每一天重复，早上起来他说今天是我美好的一天，所有好的事情都会降临到我的身，他自然会形成你自己潜意识里面一直在想好的东西。其实咒语都是一样的。你不要小看一个咒语每天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都种下这种光明一直帮助你铸造着你让你保持一种能量。也是一个方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努力坚持。努力坚持修法，努力坚持往好的正能量的方向去，财运就会自然而然的来。对。因为很多事情呢，你要知道情绪会影响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情绪，它可能就会令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业。你有听过这个一只苍蝇输掉世界冠军呢？没有。我以为你有听过，就你讲一下，是解释一下。其实这故事是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就是说，以前一个打这个台球的世界冠军。那么，那时呢，他要进入总决赛嘛，他一直打进了很多球，只要最后他进一个黑球他就拿到世界冠军，而且拿到一个很丰厚的这个奖金。可是，当他最后要打那个黑球的时候呢，就有一只苍蝇掉在那个黑球上，所以他就本来聚精会神，他就停下来。然后把这个苍蝇赶走，当他要打的时候呢，那这苍蝇又飞到那个黑球上面，这时候他又停下来，把这个苍蝇赶走。那第3次，可能这个苍蝇就是他的冤亲债主，我不知道。他要打的时候，偏偏呢这苍蝇又飞到那个球上面，结果呢第3次他的情绪就起来了。他的情绪很爆火的起来，拿那个球棒就赶那个苍蝇嘛，就是一下，因为他炉火中烧就不小心碰到那个球，就犯规，然后就另外一个呢，就把全部的球进到完，他就因为这个输掉这个世界冠军，所以第2天那个报纸就大大的写。一个世界级的冠军世界冠军竟然输给了一只苍蝇。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话还没讲，还完我问你对就是说你想一想，他们是不是那个世界冠军是不是输给苍蝇？你们讲一下不是什么？
有同门就会讲啊，真正的输给了自己、啊，输给自己。对，所以因为他自己的情绪呢，他不能够控制这些情绪，所以他就输掉这个世界冠军，输给了自己。所以你看乔布斯讲一句话很好，他说乔布斯你知道是谁吗？是谁呀、Steve Jobs。对了 ，Steve Jobs 是谁呀、苹果的创办人。不能够打广告，我也是用苹果。这里也是吗？因为这时候要收广告费。没有错 ，Steve Jobs 他讲一句话，他说人呢都是被自己打败的。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一个人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的人，他所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时情绪来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事情呢，真的就是做一些不能回头的啦，我讲。所以都是先要控制情绪。先处理事情，要先控制情绪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真的是很多，就是其实不只是修法拜拜真的能报复嘛。讲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我发现要跟上司聊的时候，就发现到其实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的观念很重要，然后我们怎样处理方式很重要。那可能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从我们自己的平时的日常举动的行为来学习，让我觉得我们身边每次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课题来的。就是当下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什么它会发生，然后从中再去找出一个原因，然后再慢慢的去解决而不是一直去抱怨讲说我怎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没有钱呢？那可能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只是我们一直看到那个钱字比较大。其实太狭窄了。你改变你的心态，很多都会改变的。因为你在你的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其实只要你有细心的去观察，它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助缘，我们修行的助缘。很多人只是因为情绪他没有这个智慧嘛，没有定力跟慧力嘛，所以他看不到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什么。现在很流行的嘛，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有利的，不好的也是对我有利，只是你有没有发觉它来帮助我什么，对不对？你今天或者做生意失败，或者做什么不如意，其实它也会教会你什么虽然你生意不好，或者你在这个当中它会教导我什么，到底可能我的贵人少。我的福分不具足，其实他也教会你你因为你的福分不具足你的贵人少，所以你做生意或者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多障碍。那么你就要皈依真佛宗，学习真佛密法这样子的你的命运就会改变了。这是佛法本身你只要抓到一个重点，你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你本身的一种心态你要改变命运，你要快速的得到这些财富嘛。我重复那个几个重点嘛，你的心态一定要正念嘛，有这个正念就好像把好的东西把它摄招过来。第二呢，你要播种嘛，先下这个种子那这个好的种子下去，然后你就会有这个成果。所以还有呢，就多帮助别人因为全部都是有那个因，你种什么因，都会得什么果。我在这里就是在告诉大家，你要钱，你就播这个钱的种子嘛，就是你布施帮助别人，就是钱的种子就是比如说你要比如说自己有一些生病的。那么你要怎么呢？你就要多帮助一些生病的人，比如说那些无依无靠那些需要医药费的那些，你要看好清楚了。就是你先帮助他。就是你播的种子，你希望他好，自然你也会得到这个好。就是你要先做别人的贵人，是的，那别人才可以来做你的贵人。对，好像很多人是希望得到这个大众缘这个
这个爱啊，或者什么感情方面，其实很简单，你抓到这重点，你要得到爱，你要先付出爱，你要付出你的爱心去给人家，然后你自然回来的就是那个大爱。就是今天重点是种子法则，吸引力法则，种子的法则，你做这个先种那个因，是的，从现在开始，对，然后10年后，那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因为站在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们说，你要念经啊，你要修法这些比较玄学的东西，比较宗教式的东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他们都会不太去相信，因为他们比较多就是相信科学解释啊。可是我觉得今天上师所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很有根据性的，因为其实整个重点来讲说，其实所谓的念经修法呢，其实它都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可以达成那个成果，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去完成那个任务的，只是说它要时机，不是没有到，是时机未到而已。所以透过我们的念经修法，就把这个意念，把我们的负能量转化成我们的正能量，有了正能量才可以。有那个力量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他们才讲说，为什么修法可以改变命运，就这样这样一个总结，对吗？是的，可以啊，这个很好的总结啊，就是先要付出然后你重视这个佛法，然后你必须要坚持坚持一直走下去，你相信这个是对的，然后它一定是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个善果，好吗？谢谢上师，阿弥陀佛，谢谢大家。那这最后呢，我也是在跟荧幕前的观众们说一声，欢迎关注我们新灯青年团，然后记得分享以及按赞，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